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奇沃克斯。今天是打算一大早就去那个苹果商店 Apple Store 去把那个机子 Apple Pro 买下来啊，因为最近呢钱已经筹到了。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现在接了一个事儿，接了一个活儿得先去办，因为明天有一个东西要演，现在呢需要去试装，所以可能会晚一些。但是我会尽快的，没办法，这就是生活。刚才呢试完衣服之后，花了大概2个多小时呢，结果他们那个发型师把我的头发给剃了，所以现在有一个全新的发型。马上我就要去苹果店了，等一下会用这个卡。哎呀，感觉好像可能没有机子卖，所以祝我好运，一定要拿到机子。iPad Pro， 我来了。拿到了 ，Let's go。米奇沃克斯 TV Show。iPad 是我自打用到平板以来，觉得第二好用的工具，第一好用的是 iPhone， 其次是 iPad。在当年 iPad 第2代出现的时候，就被称为当年的最佳平板电脑。后来推出了 iPad Air。于是乎，我卖掉了我的 iPad 2， 买了 Air， 因为我觉得，哇哦，终于变薄了，全新的设计，感觉非常的好用。可是时隔1年之后，它竟然推出了 iPad Air 2，iPad Air 2又被称为当年的最佳平板电脑，它变得很薄，于是乎我真的禁不住又买了它。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iPad？ 因为它真的太好用了。太好用了，大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我还有 iPad mini， 只是从来没有跟你们展示过。时隔1年之后 ，iPad 推出了 iPad Pro 系列，于是乎我就买了。高昂的价格，新的触控笔技术让我爱不释手。但是啊，这个资金有限。可是苹果坑爹的是，在 iPad Air 2， 我最喜爱的平板电脑。9.7寸推出1年半之后，它推出了 iPad Pro 小版，说白了就是这款最佳平板电脑的替代者。本来我说，哎呀，不用再买了，是不是？买什么？苹果真的是太聪明了，竟然增加了一种全新的色系。于是乎，我又掉坑里了。哎呦！那我们来拆封吧，还等什么呢 ？Let's go！ iPad Pro 9.7又开封啦！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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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在我面前的就是 iPad Pro， 说白了是 iPad Air 3 9.7寸款 ，Rose Gold 玫瑰金，它有3种容量：32GB、128GB 和256GB。超级艰难的选择，苹果真的是非常非常聪明，聪明到极致的一个运营公司。至于为什么，片尾告诉你。拆封开始，剪刀还是螺丝刀，你来选。3、2、1，好，那就选剪刀。翻过来之后可以看到，我购买了128GB iPad Pro 9.7寸 WiFi， 为什么不买这个带有这个移动通讯的？因为手机都用不过来呢。哎呀妈呀 ！OK， 开机吧。3、2、1。哎呦，我等了1年半，终于出来了啊！火速打开之后呢，这就是我们常常打开的一个盒子。哎呀，突然间感觉打开过很多次了，有没有？大家还记得每次我开封的时候要说一句话吗？可能我就本能的要说一遍。哎呦，怎么这么紧呢？还挺紧啊！又开了，怎么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当当当！再见盒子。它终于出现了，我等你等了很多年，1.5年，你终于出现了。因为至今为止，说真的，9.7寸的 iPad Air 2
仍是我最常用的平板电脑，没有之一哦，最常用的。它的替代者终于姗姗来迟。哈哈，哎。用过 iPhone 6s 和 iPhone 6s Plus 的人，当你摸到这款机器的一瞬间，你可以感觉到这款材质呢是跟这个手机材质是相同的，一摸感觉这个金属啊更加坚固哦。我虽然不知道它用的什么材料，但我绝对可以肯定的是，它要比 iPad Air 2硬很多，可以摸得出来。好了，正面就是我们看过千百遍的 iPad Air 2的造型，感觉真的非常棒。正面摄像头，看看背面有什么不同。这个颜色是不是看起来第一次感觉到？苹果的市场策略真的是非常厉害啊！不仅是 iPhone 推出了新款颜色 ，iPad 也推出新款颜色，甚至 MacBook 也推出了新款金色。也许在今年或者明年未来的日子里，大家可以用到 Rose Gold 玫瑰金的 MacBook， 哇，那是什么感觉？哎呀，想都不敢想。好，没什么不同的啊，就正面呢，大家用过 iPad Pro 就那个12.9寸的都应该知道，同样的造型啊，只是这个稍有不同。像机身顶部的两个 speaker 啊，有点宽，机身底部的就正常稍微窄一些。当然，同样是 Lightning 的接口，这个毋庸置疑。盒子内部呢，一如既往 ，Designed by Apple in California， 里边就是说明书，一份我从来不看，你也不需要看的说明书，拿一边。同样这个形状的这个充电器，同样一根 Lightning 的数值线这个我这个库存还有不少，是因为真的买了太多根这个线了。一个容易坏，第二个是买了很多第三方厂商推出的，它就坏不了。哎，你说这气不气人？盒子就这么简单 ，iPad Pro 在这里。好，在这里呢，把这两款机型，一款是我之前最为钟爱的这个 iPad 9.7寸 iPad Air 2放在这里，这是新款的 iPad Air 3 iPad Pro。它们几乎没有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外形上大概是差不多的，除了顶部可以看到顶部的区别在于多了两个 speaker， 对不对？底部呢，speaker 的造型也变了一下这个新款的更宽一点，因为它是4个 speaker， 是不是？其实它们的厚度是一模一样。可能有人说，怎么放在一起？用手指这么一摸，感觉怎么稍微这个 iPad Pro 稍微厚一点呢？其实根本不是，是因为它的摄像头突出了，这一点是我唯一不能忍受的。突出的摄像头，一个平板呢，你手机放不平无所谓，一个平板你这么放不平，感觉真的是很奇怪的。可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它虽然放不平，但是放的却很稳，真的很稳真的是让人又爱又恨。按住顶部按键，马上打开了这个新的这个标志，确实看了1800遍了。有什么不一样呢？开封视频呢，其实到这里就结束了，毕竟是开封。接下来呢，就希望大家真的去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YouTube、优酷、哔哩哔哩，还有更多这个广告下方都有提示。因为在下期呢，我会非常详细的介绍一下 iPad Pro 9.7到底值不值得购买，跟之前的一代对比，它具体的优势在哪里？我们凭什么花这么多钱买一款几乎是一样外观的电脑？凭什么？凭什么？真的有太多的话要说了，因为苹果真的是一个非常聪明。讲个小故事，然后结束这期视频。今天去苹果店之后，因为我有 iPad mini、iPad Air、iPad Air 2，所以我对这个产品其实是不是特别感冒的。网友粉丝一定要做拆封视频，所以我去苹果店。你好，我想问一下
还有这款电脑的库存吗？我们还有的。那你觉得我买32GB 好还是64GB 好？对不起，我们没有64GB 啊，那有多少？128GB。128呀。可是我已经有了一个 iPad Air 2的128GB，用得着吗？用得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摄像头支持 4K 视频，如果是32GB 的，可能没2天就满了。哎呀，你真是够奸诈的啊！那您买128吧。那我还能说什么？那就128的吧。哎呦我去！哎，先生，我们这个还有新功能。什么新功能啊？我们这个也支持 Apple Pencil。哦，你说苹果笔吗？对。这个苹果笔其实不是很好用啊，因为之前我用的时候，我这往上一放啊，这手指都画上去。我们的新的系统已经对它进行改进了。真的不信我给你试试。您是信用卡吗？服了，买。